你知道在美国最赚钱的黑色产业是什么吗？贩毒绝对算是数一数二了。但你知道毒贩最害怕的又是什么吗？警察算一个，另外就是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劫匪了。这伙蒙面劫匪正在打劫洛杉矶韩国城最嚣张的黑帮毒窝。You know who the hell you're stealing from? 也难怪这名小头头会感到震惊，因为在韩国城的地界儿，从来没有人敢打他们的主意。但他到死都不会想到，这群不要命的劫匪竟然是一帮训练有素的反恐特警。Damn, that was fun! Oh, looks on their faces. Should have put them on Instagram. 原来这是一场反恐特警组与缉毒局的联合秘密行动，因为行动前已经锁定了多名中小头目，并且在他们的手机上装了窃听器。只要这群小头头将抢劫的事情逐级向上汇报，大概率就能揪出幕后隐藏的大 boss。还别说，事情果然在朝着预计的方向发展，全城的帮派成员都在打电话寻找劫匪的下落。最终警方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叫威尔的人，但事情远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。这小子是一家连锁银行的副总裁，洗钱对他来说轻而易举，身边的手下也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名下资产更是多得离谱。看来只要将这小子抓回来审讯一番，就离破案8、9不离10了呀。面对持有逮捕令的特警，嫌犯表现得十分镇定，可人家的保镖不乐意了。 Take that piece and lay it on the floor right now. Before you have a problem. 男人面对多名持枪反恐特警，非但不慌张，反而故意出言挑衅菜鸟吉米，叫嚣着让他来抓自己。吉米的小暴脾气上来肯定是忍不了呀。但就在两人近身搏斗的时候，嫌犯腰间的配枪意外响了，险些造成伤亡，引起群众恐慌。虽然吉米及时制服了嫌犯，却也享受了队长洪都一顿爱的教育。你小子这脾气啥时候能改一改呀？一个臭无赖的挑衅就让你失去判断，完全没有拿特警队的金科玉律当回事吗？ What's rule number 3? Always keep your cool. 但洪都绝对想不到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被这句话啪啪打脸了。接下来，联合组趁热打铁审讯了威尔，可这小子一声不吭，且脸上毫无情绪波动。直到几分钟后，私人律师的出现，200万的保释金说交就交。显然，威尔的背后还有隐藏大 boss。好不容易抓来的人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走掉了。无奈之下，联合组只能在威尔的车上安装了追踪器，一路追踪到了某个停车场。威尔似乎是来见什么大人物，追踪器也轻而易举就被人家发现了。威尔被安排上了另外一辆车，而追踪器则被装在了其他车上。特警们虽然很快就意识到被人耍了，却已经为时已晚。在找到威尔的玛莎拉蒂时，车上坐的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杀人手段是标准的韩式勒法，工具则是链锯片和挂锁，比起一枪毙命这样更有标志性，典型的杀人灭口呀。但更过分的还在后面，因为帮派要拿回被特警组抢劫的毒砖，他们试图绑架缉毒局女警探的小儿子，却没想到这孩子机智得很，怎么骗都不肯上车，直到女人用男孩的奶奶作为要挟。 If you don't get in, I promise we'll kill her. You want to be the boy who got his grandmother killed? 很快，女警探就收到了绑匪打来的电话。如果想要儿子活命，必须一个人带着那些被抢走的毒砖去交易。估计搁谁摊上这种事情都会慌吧，他也不例外。眼下无外乎只有2个办法：要么在毒砖里放上定位芯片去交易，但人家也不是傻子。 既然能找出车上的追踪器，也一定能探测出定位芯片。要么就是用小苏打伪造毒砖去交易，等绑匪和人质出现再实施救人。可通常毒贩身边都会带一名药剂师，这样一来就十分危险。但只有这个办法是合理合法的，上级也表示同意了。What if it was your child? I'd be as sick about it as you are. 很快，毒砖的替换品就搞定了，可女警探却无故失踪。一起失踪的还有那些抢劫来的真货，看来这是他偷偷一个人去和绑匪交易了。如果被上面发现的话，绝对会蹲大狱，后果十分严重。洪都和女警探的私交很好，所以他已经将假货放回了政务室。接下来他要去救人，通知队员们，只是不想让他们掺和进来。丢掉饭碗的事情，洪都一个人来。可刚走出特警队的大门，就看到队员们全副武装在等他，还追踪到了女警探的手机定位。You wanna tag along? We got room in the back seat.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了？那就抓紧行动呗。与此同时，女警探正独自和绑匪现场交易。他们果然带了药剂师，但拿到货后并没有打算放人，而是杀人灭口。好在洪都及时带人杀了过来，女警探救儿心切，为了问出儿子在哪里，险些就将绑匪给勒死了。虽然心情能理解，但显然他已经失去了理智。幕后主使拿不到那些货，是断然不会杀人灭口的。听到洪都这么说，他总算平静了下来。接下来，队员们发动了各自的线人。多亏卢卡这老小子在韩国城有一位相好的，他冒着被嘎的风险打听到了肉票被绑的地方，那里是帮派的地盘，搞不好还能顺道抓几个人贩子。 Thank you. You better call me. I'm single again, so you know it. 卢卡这小子果然有一套呀！当然啦，虽然查案不是反恐特警擅长的事情，但踹门和抓人这种小事自然是手到擒来。听到男孩的求救声是从这个房间里传来的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洪都特意换上了橡胶子弹。当门被踹开的时候，男孩正被那个女人挟持着，女人妄想让特警放了他，这是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啊！
人质成功获救，母子团聚。女警探也决定为了家人提前选择退休了，毕竟人各有志嘛。可案子并没有结束，被抓的女人只是个小头目，她宁愿蹲大狱也不肯交代出幕后主使。头号罪犯仍然逍遥法外，但洪都的脾气大伙都知道，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查出真相。洪都追查了那个女人的通话记录，其中有2个电话很可疑，目标人物是洛杉矶最大房地产开发商之一。显然这中间涉及到的层面已经不是反恐特警队能搞定的了，即使是上级也不能立刻拍板决定。但洪都的倔脾气上来可不比吉米差，你猜他咋干的？他竟然主动找上了大开发商，当着董事会的面一通案情分析加道德谴责。洪都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不要再去找那对母子的麻烦。 Officer, there's obviously some sort of misunderstanding. If you give me your name and your badge number, I can call the chief right now and we can clear this all up. If any more harm comes to Agent Katrina Walsh or her son Calvin, I will come after you personally on my own time. Hondo, remember that golden rule. 也许洪都带吉米来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吧，可管他呢，反正洪都震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？关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讲。